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还有一个好消息啊，就是大家如果呢碰到一些法律类的问题，也可以给我们发私信，因为我们节目有强大的律师团队，可以在节目当中帮您答疑解惑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咨询师周小鹏。爱需要用心感受，长久的爱情需要用心的经营和学习。大家好，我是董斌律师，我将从法律的角度去解读爱情中的是非曲直，守护每一份真挚的情感。大家好，我是莎娜。我们老说呀，越成熟好像越难爱上一个人，其实不是的，是我们越成熟越能发现这到底是不是爱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。爱的感觉就是即使用尽全力，但仍觉得亏欠。大家好，我是吕阳。在爱情这个命题之下，心动从来都不是答案，心安才是。好的，欢迎各位老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组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，欢迎他们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周先生，35岁，来自天津，企业职工；吕女士，35岁，来自天津，全职妈妈。那么，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觉得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？他就是个骗子，结婚前骗我和他闪婚，现在婚结了，孩子也生了，他却这样对我，我现在真的有点后悔嫁给他了。自从怀孕就特别敏感多疑，情绪一点也不稳定，感觉全世界就他最委屈。他一点也不爱我，也不关心我和宝宝。他当时为什么要娶我？难道我只是他们家的生育工具吗？这片子很短，但是透露的信息点非常多，我听到了好几个很扎心的关键词。第一个骗子，第二个闪婚，第三个他不爱我，第四个我是一个生育工具。这任何一个词儿拿出来，这都挺扎心的。谁先说说怎么回事啊？其实还是我主张来咱们这个节目的，老师。我们2个人吧是23年，通过家里的亲戚朋友介绍认识的。其实那会儿呢，之前我也经历过一段可能失败的婚姻吧。我对再婚呢也没有抱太高的期望。我的同事是比较看好我老公的。所以呢，他就极力的撮合我们在一起，也是碍于他这边的面子吧。然后我就加个微信，我老公呢，他执意说要见面了解一下，我们2个人约了个饭，见面聊了几句。我觉得看我老公长得也挺帅的，通过他说话了解到比较实在，做事呢也比较有责任心，有担当。我是想，既然经历过一段这个失败的婚姻，那肯定一定要慎重一点儿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想交往的时间长一点儿，然后彼此深入的了解一些。可是我老公在23年7月份的时候呢，就提出了结婚的这个想法，等于我们2个人就可能现在来说就算闪婚了。哎，我问一下，就是你老公是跟您是第一次婚姻还是？他我也是。是2次婚姻。哦，你也是经历过1次婚姻的， 对吧？那怎么就这么着急呀？主要是一开始吧，我俩相处了一段时间，还是比较感觉能合拍的，所以呢，我说不行，咱俩就结婚吧。他说是这样说的，可是结婚之前跟结婚之后，我感觉就完全都不一样了。那你说说具体哪儿不一样了？结婚之前我感觉他还好，可能有时候也会多说说话，然后聊聊天，可能一起2个人去做一些什么事情。可是结完婚以后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，怀孕期间孕激素反应特别强烈，我前3、4个月差不多都每天都在吐，而且吃不下去东西。所以我这个时候就特别希望他能够多一些关心我，可是完全没有。你比如他早上上班走了，我想跟他多说说话，他都不理我，他就问我你有事儿吗？有事儿你赶紧说，我还忙着呢。你孕检的时候他陪着去吗？我感觉他完全就给我充当了一个司机的角色，一点也没有老公的那种关心和呵护。因为提前都是我跟他预约时间嘛，然后有一次我就忘了这个事儿了。
我说老公坏了，明天需要产检，咱们要不然请1天假吧。他直接说不行，去不了。然后我就特别的生气，我就感觉他一点都不在乎我。那在你整个孕期，你还有什么事儿，觉得他做的不到位的？我觉得他特别的抠，我不知道是他对我抠，还是说对所有人都抠。我想吃个榴莲，他说吃那玩意儿干嘛？齁贵的，我不给你买。为什么不想给你买呢？你血糖高，那随后我不也拉着你也去买了吗？我不一是我怕调不好吗？不，这个事儿就算了。那你说，我怀孕以后有一次咱们去商场，正好我们坐电梯，然后有另外的一对夫妻也是孕妇的那个状态去坐电梯，然后人家那个老公就，站在这个自己的妻子前面，形成一个环抱的那种状态，把肚子保护得特别好。哎，我说你看人家这个方法还是挺不错的哈，下次你也学着点儿。然后下次坐电梯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？我怎么做的？那人多，我不先进去给你腾一个大地方吗？谁知道人一窝都挤进来了。你总是给自己找借口。如果你要想做，难道你做不到吗？行，就是孕期的时候没护着你的肚子。那你怀孕的时候他给你做饭吃吗？其实我老公的这个厨艺还是特别好的，尤其是周边的朋友都知道。可是他给我做饭就挺敷衍的，而且整个孕期来说，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做饭。然后偶尔他休假回来，我就说老公你给我做饭吧，他也是就支支吾吾的不愿意。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是我7个月份大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孕妇状态特别饿，然后早上起来了，我说老公你去做饭吧，他说行，然后我就等着他。等了20多分钟，他也没理我，一直在那刷手机。又过了10多分钟，他还是那样了。那个时候我已经特别急了。行，就是反正怀孕期间能看出来对老公的意见很大，然后也没有觉得特别的心疼你，对吧？所以你挺委屈的哈。没有，完全都没有。那孩子出生以后，他这个爹当的怎么样？反正就是坐月子的时候嘛。因为我老公的妈妈没得比较早，就已经去世了。他说我能照顾你，我说那既然这样，就也请姥姥过来帮忙。我说那你来照顾我，可能比较简单一点。然后呢，姥姥主要呢带宝宝。结果你是怎么照顾的？该做饭不也给你做饭吗？你想吃什么，我不也给做吗？是不是？除了做饭，你又做了些什么呢？啊，你说我能干什么呢？给你做饭还不行？他做了什么呢？他一天就给我做3顿饭，把饭给我端到我跟前儿，然后扭头就走了，就回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。就是觉得没有跟你有交流，你想要一些情绪上的互动，对不对？对，关心你。至少你比如说，就是你在这儿待一会儿，然后吃完了以后，这个东西你可以把它收走，是吧？然后我吃完了以后，我还得需要叫他。那带孩子能勤快点吗？一个大男人我也没经历过，我只能你看了吗？他所有都是我只能一点点学啊，是不是？我不能学了吗？学的少，确实少。就在我看来就没学。后来现在宝宝也大一点了，然后他对宝宝这方面他也挺不上心的。我们家宝宝3个月他还不太会抱，6个月左右的时候，我让他看孩子，一边看手机一边看孩子，我在厨房做饭，结果呢，孩子都爬到我厨房的门口了，他还在那儿看手机呢。可以说我24小时无休的在带孩子，但是他根本就看不到。我记得你在短片里面还说，就沟通很困难，对不对？可能您看到他在咱们这儿，这就是说话这种方式还是比较平和的，是吧？他唯独跟我说话就特别横，他眼睛也比较大，2个眼睛一瞪，总是板着个脸。你比如说，我公公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接到，然后我就说爷爷给来电话了，我说你给爷爷回个电话吧，我这会儿正抱着孩子呢。他就跟我说我不给你打。那不是就挺简单的一个事儿，应该是给你打电话。我说孩子先给我抱一下，你回一下子。那为什么你不能给回一下呢？那因为给你打的，我感觉你回比较好嘛。哎呦，你们俩争这事儿啊！就是他很少给家里人打电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他们家人有什么事儿都是找我，根本就不找他。他跟自己的家里人说话的方式都特别强硬，特别横。我跟你说，导演需要这个确定时间。我们2个人那会儿没在一起，
我跟他说，我说老公，你需要回复我一下，我这边时间是没有问题的，然后你看看你那边。结果他呢就迟迟不给回，等到晚上我们2个人见面的时候，就为这事吵起来了。他就跟我说，我就不想回，就这几个字儿。你说这怎么跟他交流呢？你在短片里面说到一点，你说你觉得他不爱你，然后就是把你当成了生育工具。你为什么会感觉到他不爱你呢？他所有的这些所作所为，我都感受不到是一个就是那种家人的那种关心，您知道吗？就是可能我平常他的那些朋友都知道我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很辛苦，可能我真的有时候我连一顿正常的午饭我都吃不上，就别人都会对我特别的关心，但是唯独他没有。就是我已经尝试了，就跟自己说，我说他工作可能也不容易，好不容易他休假回来这几天，他总得给我一些关心和帮助吧。您比如说，你总得陪我过个节吧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我不过这些节日，我对什么节日呀，我不看重这些。主要是我没在家呀，我说不行，你回来你想要什么你自己买的不完了吗？是不是？他总是这样。如果你要是想做的话，你比如说快递一个东西，我也会特别高兴的。他想不到，你还有什么觉得他不爱你的一些行为？就是在我看来，2个人之间，您比如说夫妻嘛，就是可能简单的说，有时候牵个手啊，或者是说那个就搭个肩、搂个腰啊，这些，我觉得是挺平常的事儿。在他看来，他都会把我推得特别远。男生是你觉得牵手不合适还是什么？不是不合适，有时候你抱着孩子牵手也不方便呢。没孩子的，没孩子怀孕的时候呢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确实不好意思。那你现在如果牵他手，你什么感觉呢？没有感觉。你现在过去拉一下，牵一下呢？你看他就是这样的。你再搭一下，再搭一下肩。对他，对，然后你再抱他一下呢？哎，你这不挺好意思的吗？这不挺好的吗？哎呦，他需要拥抱，他需要拥抱。今天妈妈也来到现场了，我们把妈妈一起请上来。可能她一直没有听女儿认真的跟她说过她现在的婚姻状况。来，我们有请苏女士。哎，你看这礼数还是到位。来了，别委屈啊，别委屈啊。阿姨您好。老师好。哎，您好。这个您刚才在台下还是听了全程了，是不是？是，他从来不跟我说，他总是报喜不报忧。闺女，以后你有什么委屈，必须得跟妈妈说，妈妈就是你的主心骨。姑爷，我还得跟你说2句，你在妈妈心目中就挺满意的。可是呢，今天听到我闺女这么说，太委屈了，跟你过的。她一个人带孩子，一天黑白的，有人连饭都吃不上。我这也没有时间总上那儿去，你这样做妈妈的一天吃不好、喝不好、睡不好的。希望你以后呢，多多的关心她、爱护她。你要是这样了，我闺女跟你这么委屈，我都不干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您今儿也是来了以后听一听，就是小两口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，也心里有个数，对吧？对。但是我是觉得啊，妈就不掺和了，知道了就知道了，但是也不掺和太多。问题还是让他们小两口解决，对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我能冒昧的问一下，你母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吗？我母亲是06年。你多大的时候？我16。就一直是爸爸把你带大的？是。家里只有你和父亲这么简单？我这还有2个姐姐，但是那个时候我大姐已经出嫁了，我二姐在上大学，也就没在你身边陪你度过这个时间。一般时候就是我自己过得比较多，我也是。能提一个小小的想法吗？好，您说，吕老师。老师，岳母能过去抱一下你的女婿吗？可以。您知道吕老师为什么会提这个请求吗？不知道，一会儿说。行，好，我们先谢谢妈妈，妈妈先下去休息一下。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啊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来这边请。我们接下来先听一下今天同样来求助的赵先生和陈女士，你们听完他们俩的事儿，有啥想说的吗？其实我挺同情这妹妹的，那她一个人带孩子特别的不容易，我也在她那个阶段过来过，
感觉这老弟呢，你多体贴一下他，多照顾一下他。我感觉我这个弟弟啊，现在做的有点不对呀，我现在都有点后悔。我现在已经结婚都10多年了，一个女人个儿在家带孩子真不容易啊，尽量往后多帮她干点吧。还说人家呢，你自己啥样不知道，还说人家呢。哎呦，这也一肚子气呢哈！他是不是也不管孩子呀？不怎么管。没事，这不就也说别人的时候，同时也自我反思。是啊，我现在都有点后悔啊。啊，待会儿咱们听你们的事儿啊。来，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老师对你们2个人有什么建议啊？我先跟男生说一个，我们叫一个生活常识：女性在怀孕期间和产后，她有一个内分泌紊乱，会引发情绪的变化，而且变化还比较大。比如说，希望你照顾啊。希望你对他体贴一下，还有希望你多跟他说一些好听的话，多关心他一下。这个是身体导致他的需要，你可能真的需要在语言上和肢体上多给予一点。所以这也是刚才为什么我问你牵他抱他，我会发现你在牵和抱的时候你特别僵硬，你好像自己不习惯。我会觉得它不是公众场合的问题，是你本身对拥抱这件事情你不习惯，包括你跟妈妈拥抱的时候也是一样。好像不太习惯，但是我相信你内心也是渴望的，所以这是你回去要做的，增加一点夫妻的生活的紧密的接触，同时夫妻在一个房间，会对你们的关系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这是我想对你说的，但是我想对女方说一点，你理解她吗？我感觉我不理解她。那你能知道她的工作压力能有多大吗？反正就平时挺忙的。这个忙的压力有多大？你刚刚一直在说，你说我一个人带孩子，我有压力，对吧？那他的工作，他的压力，跟你相比是差不多的，还是有可能比你的压力还大的？这个我还没有关注这个问题。我相信他可能有很多的工作压力，他没有办法跟你描述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在婚姻当中，即便我们生完孩子，或者我们养育孩子过程当中，或者我们就算没有孩子，如果我们不能去理解配偶工作的压力，我觉得2个人没有办法真的走到心到心。你永远不了解他为什么回来的时候，他想坐在那个地方，他为什么就想安静一会儿。因为就像比如说我的工作，我有时候回家我一句话不想说，因为太累了，真不想动，我没有办法调动我的情绪再去跟我的家人说话，我太累，我真的就想在那个地方待着。我有时候跟我们家人说，我说我现在不想说话，你们让我安静一会儿，真的就是那个。所以我相信他有他的工作压力，但是今天在台上，我只听到你在说你的压力，你没有丝毫说他的压力。那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，我要尽力的去关心对方，去理解对方，我要用对方想要用的关心去给到他。好的婚姻，我觉得有个最简单的经营方式，叫有需求明确表达，并且用耐心的温和的话表达你的需要，且引导对方，我们就能把婚姻好好的经营下去。我想从我们遇到那么多失败的婚姻角度去说，我确实对你俩将来的这个关系表示堪忧。为什么？我们说我们有一个统计，离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就是有点像你俩这样，谈不到一块儿去，2个人都有优缺点，但是都是看到对方的缺点。就是因为那个最普通那句话，性格不合，你们也是没有做到最普通的那句话，相互包容、相互理解。我先说你们的缺点好吗？我要先说这个女方的缺点。我发现你没有长大，这事你自己来就行啊，为什么妈妈要来啊？第二是你看所有的这些听你们说话这些细节，你非常的细腻。刚才周老师说的特别好。其实你刚才是认同的，周老师说到这儿，你的反应我是能看到，你是认同男方的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。但是他如果真是那么大的工作压力，回来你这样去要求他，他势必会崩溃的。我对男方的说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感觉咱俩有点像，我也是在外边，我和我爱人的这个亲密举动，我也躲。您在家里不躲吗？在家里边不躲，在家里边。他俩是在家里也躲呀。就是也是一前一后走的。男方其实你应该做的什么呢？就是如果在外边不行，你在家里边对吧？你关心他多一点，对吧？还有你发现了吗？你做了很多是吧？但是你没有表达出来，最后你认为你还委屈，但是对不起，你没有让他看到，他认为比如说一会儿给倒了一杯水，是你给他倒了一杯水放这了，他就认为是我妈给我倒的，你没有说呀。我就想起来我们有一句话叫会做还得会说。哎，对，你得表现出来啊，你不表现出来。他又是一个追求细腻的人，他需要这样温暖。你又是一个我净做我不说，
不行，要去改。我相信你们能够越来越好，但是你们必须每个人都有自己优缺点，把自己的缺点尽量的给它压到最低，发挥自己的优点。我对你们两个人其实挺失望的，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经历过一次婚姻，然后第二次婚姻还是依然一点都不慎重，匆匆忙忙的又组合在一起，然后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那不仅是折磨自己，也是折磨别人。女生一直在强调啊，交往了4个月他就提结婚了，你不嫁你们俩能结吗？那不还是你也要着急嫁吗？说白了，你嘴上一套心里一套，你跟他正好一样，他也是心里想的嘴上说不出来，你是心里想的嘴上说出来的不是那样。拜托，你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嫁的是一个木讷的男人，这个男人明显就是不善表达，他可能就是不懂得浪漫，不懂得怎么去呵护自己爱的人。你嫁一个木讷的人，你现在要把他打造成一个浪漫的人，当你的理想和现实产生差距的时候，你就不接受了，你就崩溃了。再有一点，第二次婚姻没有想好，日子还没过得顺利的时候，就着急忙慌要孩子，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。我说句实在话，姑娘，在这个关系当中，你爱他比他爱你爱得多，为什么你现在会特别的失衡呢？因为其实最想嫁的那个人，最想生孩子的那个人是你，人家是被动的，所以你现在着急呀。你觉得这个今天琢磨他是不是爱你，明天琢磨他是不是一个好父亲，等等等等，你对他的要求就越来越高。如果这样婚姻想维持下去的话，你就要放轻松，降低对他的期待和要求，否则的话你会把他逼走的。我们经常跟所有的女生说一句话，说细节这个东西啊，如果我说了你才做，它就会显得很廉价；如果我说了你都不做，我就会显得很廉价。你不要让你自己在这段婚姻当中看起来那么廉价。我说3点，我看到的真相。第一点，你老公没有变，变的是你，因为你之前刚才说了一句话透露了真相啊。以前我是迁就他，那现在不想迁就了。我怀了孩子，我生了孩子，我辛苦了，你就得要多付出。你明明知道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，但你要求他一定要表达出来，因为我需要。但为什么一开始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不说呢？所以你在变化，他基本上还是这样。因为你看他对于自己的至亲啊，他都用了一样的态度。他并不是对你不好，而是他一种原生家庭给他造就的这样的这么一个状态，他是比较不善于表达内心的柔软。这背后是什么呢？那我说出第2点，有的时候啊，懂一个人比爱一个人要重要。你们之间互相是有爱的，只不过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要求他要不断的给你输出，来去填补你内心那些起伏，但是他不是那样的人，你不够懂他呀。你也不知道说他造就了如此的这种状态，他内心纠结不纠结，痛苦不痛苦，因为来自于他原生家庭的成长经历。第3一点，闪婚造成的是我们之前没有上过的课，你婚后得补。如果说你对这个人了解的不够透的话，你就去了解，去包容，而不是挑剔指责，这只会让你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。其实我们说婚前你谈个2年恋爱和你4个月恋爱区别在哪儿？不就把磨合的一个过程后置了吗？但这个人不错，他对人很直，他愿意去付出，去实际做，换来对方的一个理解。他这个特点会导致蛮多的人不理解他，内心很痛苦，他需要别人懂他。我延续着刚才曲总说的这个话呀，这一个懂字，我上来直接先给2位一个建议。我觉得这桩婚姻如果走下去，不是没有治疗的方法，但是你们要听懂我说的这4个字，叫做互为父母。你得知道他真正缺失的那个东西是什么。我觉得刚刚2位站在台上，尤其是妈妈上台之后，我为什么要让妈妈说过去拥抱一下你的女婿？我看到他动作肢体上的不协调，他的紧张。你说你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你和他牵个手呀、散个步啊、遛个弯啊，他都会和你躲得远远的，所有的亲密行为都不暴露在公众之下。其实这都是他内心的那种羞耻感在作祟，这个东西是要往后推的。我为什么问妈妈是什么时候去世的？16岁。
其实他比你委屈更多，他的需求比你要更大。曾经的家不完整，上一段婚姻没办法完整，和你的婚姻里，他努力的想要快速的想要一个孩子，他不是把你当工具，他是特别渴望能够拥有一个完整的家，但是他又不熟悉完整的家该怎么做。有些一旦在童年当中缺少了父爱或者母爱的人，其实他在用一辈子的时间再去寻找一个理想当中的父爱或者母爱，所以他在你身上投射的不仅仅说你是他孩子的母亲，你是妻子，其实在你身上也有对于他童年妈妈缺失之后的一种需要和补偿，你会带给他安全与保护，带给他内心的那种安定和平稳。所以你得知道你能给他什么，他是表达不出来这些的，因为他在找。虽然你觉得自己很被动，但是其实你对于他来说是很有包裹感和温暖感，他在你身上寻找到的东西其实是这个。但是你没有耐心，你是被宠大的，你希望他能够像父母那样宠你，成为你安全的后盾。所以我觉得治疗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你们互相成为对方的父母，这就是一个心理发展的过程。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弥补自己童年的缺失，然后去成为更好的人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二位可以坐在那儿休息一下。我觉得在听他们故事的时候，也想一想老师们给你们这些建议。来，我们交换一下位置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赵先生，42岁，来自黑龙江务农；陈女士，44岁，来自黑龙江务农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认为你们之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？他一天什么都听他妈的，他妈一挑拨他就跟我俩吵架，一点都不向着我，在这个家我就像外人一样。他一天净瞎想，好多事情明明他做的不对，我妈妈说他两句呢，他还不乐意。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就是因为他妈给他撑腰，他越来越大男子主义，这样的日子我是跟他过不下去了。他就是看不惯我们，一天没啥事净跟我们吵吵，这样日子我还过够了呢。哎呦，这俩一个过不下去了，一个过够了。够了。这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啊，我就是不想跟他俩过了。他喝了酒回家，我把他挂在外面不让他进屋，他就咣咣踹门。大半夜的，我寻思那我就开开吧。进屋了，他就跟我俩生气，鼻子鼻子脸门脸的，我俩就吵起来了。跟我闺女都吵起来了，看我俩吵起来了，吵得还挺凶的。我闺女跑他大爷家，离他大爷家近了，我们都一个小区的，给他大爷大娘叫来了。他看他哥他嫂来了，跟我俩更使劲了，要揍我，要动手啊？对，他要动手打我。没打吗？不是喝点酒有点冲动吗？啊，那非得打我身上。那他大哥和嫂子在那，他大哥给他拽那屋去了。后来我就走了，我就不想跟他俩过了。他已经走了10多天了，给他妹妹家呢。你去妹妹家找过人家吗？找过，视频呢，是我上他家去都去过。我这不想跟他俩过了，连我妹妹都说我不让我跟你俩过了，还跟你俩过啥呀？你妹，你老听你妹的干啥呀？不咱俩过日子吗？我不同意啊！我现在替我姐说2句话。有，我是她妹妹。妹妹来了，来欢迎一下妹妹啊！今儿是来给姐撑腰来了是吗？并不是说给我姐撑腰来了，就是我姐受到的委屈吧，我现在感觉替我姐感觉到不公平。你姐在你家住了多长时间了？有10多天了吧。但是我姐姐没有跟我说我姐夫对她动手的事儿，她没动成，她就是有那么个动作。但是要想对女人动手，那是一个好男人吗？是不是？这个事儿你不能给你老掺和，掺和越掺越事儿越大，过好个事儿得了。那你要对我姐好，我能掺和吗？我能希望我姐走离婚的这条道路吗？不可能吧。我希望你们一家3口是不是和和美美的在一起？我外女儿那么大了，也要考高中了，是不是高考了？啊！但是呢，你怎么对待我姐的？我姐在你家这一年受了多少委屈？不然她能回到家吗？能回到我这个家吗？妹妹，你平时跟这姐夫关系怎么样？关系还好，就是平时我们。他这有事儿，我看好他是真像他姐姐。那不然像着你呀？对呀，那你这话说的咋的？我们家没有人呐。他要是这样式的呢，我宁可把我姐领我家去，我照顾我姐夫呗。不是，那领你家这得有个说法呀，这是过还是不过呀？那要一直这个态度还能过吗？
你可能也不记得我，我上咱们这个栏目组也来过。对，哦，你来做过嘉宾求助过是吗？对对。所以你姐是你介绍来的是吗？我跟我姐提了一句，我感觉咱们这个爱心保油站嘛，给解决的还挺好，就证明你是信任我们的，对吧？对。哎，那就今天他们俩的事儿就交给我们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帮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。好不好？行，辛苦各位老师了。谢谢妹妹，来，我们先下去休息一会儿啊。辛苦你们了。哎，谢谢谢谢，那放心的交给我们。妹妹上来这一顿说，是不是心里气儿稍微消了一点啊？特得劲儿。我听出来那个短片里面主要表达的是跟婆婆好像之间有一些矛盾，就总觉得她听她妈妈的话是吧？对。那咱从头说说怎么跟婆婆结下了一些疙瘩。先这么说，我俩就是经过媒人介绍认识的。就媒人领着她还有她妈妈上我家去相亲去，但是婆婆一去一看我，她就没相中我，她相中了，完人媒人说，你看你儿子相中了，让俩小孩处处呗。我俩处了几个月，他妈看着我俩处的挺好，我俩后来就结婚了。我那时候寻思婆婆不喜欢我，以后结了婚了，就是处一处，慢慢时间长了不就喜欢我了吗？哈，那不就是俩人就是感情上接触不就能喜欢我吗？但是婆还是不太喜欢我。结完婚，我俩半年之后我就怀孕了。07年我就生下我女儿，但是我婆婆一看我生个是女孩，婆婆就不高兴，那嘴撅的，哎呀妈，都能挂大油瓶的。坐月子，他妈都不咋伺候我，也别说不伺候我，也伺候我，给我煮一盆粥，够我吃好几顿的。这孩子那时候不有戒的吗？那时候都实行洗尿戒啥的吗？婆婆也不帮我干。完我就让他整，我说你去洗洗，你猜他妈说的啥？别洗，让自己洗，谁家老爷们干这活？我有个小姑子，我小姑子也结婚了，但我小姑子人争气呀，人家生个小子，我婆婆可稀罕小了，稀罕人家孩子，那隔三差五就接俺家来，又给人孩子又买吃的买玩的。你们跟婆婆住在一起是吗？住在一起。行，这就知道，就是觉得啊，婆婆对小姑子是一个样，对我又是另外一个样，非常的双标，对吧？又觉得婆婆不帮带孩子，你对婆婆还有啥怨气？那我家要是那种这他妈养点东西啥的，鸡了鹅了，我记得那次回娘家。完我就给我妈和我爸他们拿回去点他也跟他儿子说。再说你拿就拿了，你这个儿开车连猪肉啊，再大那小鸡你都往回拿，养出你咋不养呢？但你跟他说一声啊。那我不是这家人呢，我跟他说，我又不是说上别人家拿去了，上别人家拿我属于是偷，是不是？那我在咱家拿还不行，我非得告诉你妈一声。那不他养的吗？他能来？他养的，我就拿这点东西权利都没有。哎，不是拿家里的东西给娘家，确实应该打个招呼吧？我就感觉那是我家，我拿了就拿了。那我就感觉他啥呢？他这些结婚这些年就太顾家了。那这事儿倒行，给他弟弟偷摸买手机5、6千的，我都不舍得买。他就给买，那我告诉我一声呢。我老弟跟我说，姐，我想要个手机，完我就给我弟买了个手机，完他也不高兴。你买手机的时候也没有跟你老公打招呼是吧？没跟他打招呼。你老公一个月挣多少钱呀？我那会儿搁外边开车，一年能挣个7、8万块钱。我打工2年，回来一种地，他给他弟弟拿了8万块钱，我都不知道。哎呦，给他弟弟结婚用了。我回来要买籽买肥了，我们农村种地不得春播被准备吗？买车啥的，钱没有了。所以家里管钱的是都他管妻子8万都没打招呼啊！我寻思我要跟他说了，他妈再知道了，不可能让我拿这钱给我弟结婚呢。那我娘家我爸妈体格不好，你说我弟张罗结婚，我就帮他一下子。这我们条件也不好啊，我2年打工钱回来种地，钱没了。那我妈她不说了吗？以后慢慢还你。现在是在还着的过程当中是吧？对，就是我妈她俩攒点钱了，就给我一点儿。好吧，那这事儿咱们先放这儿啊。就接下来这个你在短片里面还说了，说那个什么，觉得这个好像他听着他妈的话，他妈妈给他撑腰，他就好像更离谱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哎，他乐意玩嘛，跟人出去玩这也是一宿都不回家呀。把手机还关机，关机越不接我越来气。这跟婆婆东西我上那我说妈，你儿子是不是又出去玩去了？那手机咋关机呢？告诉我一声，你说我还惦记他。我婆婆连声都没吱。第2天早上醒了，人家回来都没回我那屋啊，你就上他妈那屋了。上他妈那屋，我寻思他妈不得说说他哈。那娘俩好好的，啥事没有。我说妈，你儿子干啥去了？这一晚上没回来。你猜我婆婆咋说？我婆婆说，哪来那么多事儿？他乐干啥去呗。
你总管他干啥呀？那他晚上去干嘛去了？夜不归宿。跟朋友喝点酒了，唱歌了。这种情况多吗？不多。一年几次？一年也有个10回8回的吧。就平均1个月1次。他妈给他撑腰，他啥他都干。这他也是借给他朋友钱，他也不告诉我一声。借了多少钱？借了1万块钱。你8万不也没告诉他吗？你俩彼此。那我那是。我那钱是咋借的？我那8万块钱我是给我娘家了。做手术我都没钱，我朝别人借的，借给我朋友了，是现在没还。那他这真急用啊！我俩都没有钱，他冲他朋友借的钱给别人。你俩都没有钱，你不还给你弟借8万呢吗？那我弟是我娘家人呢，那他朋友是外人呢，我那能比吗？你告诉我一声也行啊。对呀，你也告诉他一声不就行了吗？他也没告诉我吗？所以我说这事儿你俩扯平，彼此。我那回给他拿了钱，让他去买籽买肥去，他可倒好，把这籽和肥是都买回来了。人把这钱拿了去玩去了，那我也不知道啊，赊一些籽回来。这有一回他朋友上我家来了，他朋友那啥问他说：“哎，你给那谁家赊的籽儿，你给人钱了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今天我给他钱了，花现钱买的。”他朋友听我这么一说，不吱声了。我就问他，我说：“那个咱家籽儿肥钱，我不给你拿现钱吗？”这他才说，他说他玩了，霍霍了把钱。我一听我就来气，我还包啥饺子，我周子全周地下去了，叮咣的。这样他也嗷嗷喊我，我婆婆在那屋就听着我俩搁这屋喊了，过来了。他妈来说啊，又咋的了？说我你就作吧，你这老些人家，你也不给我儿子点面子，就你这他妈就这么惯着他。还有啥过分的事儿？哎呀，过分更过分，这不他在家种地，我陪我姑娘吗？忙的时候他在家，闲的时候有时候上我那去待一段时间。他有一回去了，你说我就拿他这手机，我这一看有个聊天记录，我一瞅这女的我还认识，发的微信是早上好啊，还有2句说什么睡了吗？你啥时候回来呀？我一瞅这他同学我都认识，那同学是离婚的，带个小女孩。那要怕你看的话，我不是早删去了吗？那之前的聊天记录我看见了吗？那就那2句，那是你没删，让我碰见了，要不我能知道吗？再说一个同学之间聊天有啥的？我没在家，我知道你俩干啥了。一天啥事到你这吧，你就想的多。完我就打电话，我跟他妈说，我说妈，你儿子跟人聊天。我婆婆说你别一天哪一神一鬼的，我儿子可不是那样人。我说好，你儿子不是那样人，那个你跟你儿子俩过吧，我不跟你俩儿子过了。我婆婆说啊，你不跟过不过拉倒，走了我跟儿子再说媳妇儿，我跟我儿子说大姑娘。你说气不气人？哎，你说如果你们2个人单独住的话，不跟婆婆住在一起，这些矛盾能稍微少一点吗？能少一点，能少一点。我婆婆，你就现在大伙，我那些朋友都知道我婆婆啥样，我都说，我说我婆婆就赶那减肥神器了。我说你们谁想减肥啊？上俺家待2天的，减肥比吃药来的都快。你在外面这么说你婆婆？我婆婆就这样啊。哎，你今天来是希望我们怎么帮助你的？你可以说说你的诉求。我就是不想跟她过了。还有你说我感冒了啥高烧，他都不伺候我。我不也给你买完药了吗？那还咋一个感冒还能多大个严重事啊？那你妈就知道我高烧，怕传染给他儿子，给他儿子叫走，叫他那去。你说就这样，我不来气。哎，你们对孩子的教育，从小我姑娘她就不咋管，就什么学习方面了，她连问都不问。小时候吧，她挺喜欢她姑娘的，现在就是他妈的影响。他也对我姑娘就不那么太好，就现在上我那块去，我姑娘这不都上高3了吗？孩子要是放学回来了，玩我手机啥的了，他就说我姑娘，别整天摆着那手机，进屋学习去。我说孩子上高3了，压力都挺大的了，你总说他干啥呀？这不是也是关心孩子，可能表达方式。他整天搁这玩手机，马上高考了，你搁这陪读，那你不看点，还整天的玩手机？一整就这话啊！这些年孩子让你咋看的？这学习成绩。学习不好也赖我，就是各个方面孩子不好都怨我。所以今天女士，您的诉求就是，反正就不过了。他要是能改，以后不听他妈的，对我要好，那我还考虑考虑。男生呢？我当然想过了，孩子都那么大了，再说我俩也没什么大事儿。有时候我妈是做的不对，但没办法呀。那边是我妈，这边是我媳妇儿。我爸爸没的好几年了，他也不容易，我从来也不跟他犟嘴。可能我妈有时做的也是真不对。您啥诉求？我想让他回家继续好好过日子。回家是吗？对。好，来，我们先听听咱们今天第一组来求助的周先生和吕女士，你们听完他们的故事感觉怎么样？你们俩觉得你们2个的事儿谁的更严重一些？
我觉得他们的可能事儿更严重一点，事儿更严重一点啊。感觉大哥夹在这个母亲跟媳妇儿中间也挺不容易的哈。但是大哥动手这个事儿就不能让它发生的，幸亏你还没让它发生，你也得感谢家里面亲人这个拉了一把，悬崖勒马了啊！对，你要不然真的一点机会我感觉都没有了啊。反正还是多交流交流吧。然后我们可能也一样，就是可能事儿说开了，也许可能就没那么多这个矛盾了。也许我感觉吧，大哥，到一定年龄了，咱得有担当了，不能老吃喝玩乐为主了。哎，以孝顺父母为主。也要把媳妇跟孩子照顾好了，男人该有男人的担当。谢谢。来，咱们听听各位老师的建议。其实我听到现在，我也没觉得你们两个把这个家当成一个家。女生你不用说其他的，你说8万块钱我不需要跟你说，因为我得管我弟弟。夫妻之间有一个最需要做的事情叫商量，你没有跟他商量8万块钱，你所有的理由都是因为我弟弟需要，所以我得给，道理没问题。但是我们说的核心是家庭是需要商量的，你没有跟他商量。同样你老公也是一样的嘛，1万块钱借给别人，你也没商量。这就是我说的，我觉得你俩没把这个家当家，你俩只是搭伙过一个日子，这个日子还是各自在盘算着自己的算盘。你婆婆对你好不好我真不知道，但是我在想，如果你婆婆能跟你们2个共同生活17到18年，这个老人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吧。如果真的特别无理，你们早打得鸡飞狗跳了，因为你们每个人在表达都是，我觉得在这段婚姻当中我吃亏了，可是婚姻本身就是吃亏，婚姻是我愿意吃亏，我愿意跟这个人在一起，可是你们2个都不愿意吃亏，所以才是到现在你们会打得鸡飞狗跳。刚才你说我拿鸡怎么了？那是我家的。那如果像你那样讲，每个人都可以在家拿东西，那你老公把钱借给别人怎么了？这是你们家的东西，他可以拿呀。我们都可以不跟另外一个人打招呼，就可以把家里东西肆意的自己想处置处置，那这个家不就各自为政了吗？所以如果你们想继续过下去，要不就现在这个样子，接着再算计，算计到哪一天这个家被算计空了，算了吧，撤了。但如果你们想让这个家再重新有温暖起来，再重新把这个家变好起来，你们要学会吃亏，主动付出，才能让你们的家变得更好。其实我认为你俩真的离婚以后，其实你们的生活成本会更高了。作为女方，你长期在妹妹家，我认为不现实，也不可能，这根本都不现实。你们现在在气头上这么说是可以的。然后我重点说的在这儿了，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你是8万啊。对吧？他出去辛苦1年，刨去自个儿吃喝，可能他给你拿回来6万，你把8万，那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有点大了，可以说是无权处分。你凭什么呀？夫妻共同财产没有经过人同意，想给谁给谁。从法律角度来说，你这就是无效的。然后你们刚一上来的时候，女方说了，我已经到妹妹家去住了。那在真正的离婚官司里边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，叫分居。因感情不和啊，你不能说我老公出去打工去，我们分居不行。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的，就视为感情破裂。我特别同意周老师的观点，你俩现在不像过日子的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俩这样过下去会给孩子一个不好的一个榜样。男方至少在目前这阶段，女方给你这个台阶了，说你能改，其他的东西你都能改。但是我认为你在老家在农村，你为了孝敬父母在一起住，对吧？我能理解。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要做一个决定。我希望暂时的让老娘撤出来，我相信这一点就会有很大的改进。我特别想跟陈女士多聊聊啊。首先第一点，你双标非常严重，你做的这些任何一件事情拿出来，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严重。你从来不心疼你老公赚钱的辛苦，你也从来不把你老公赚钱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多难的事儿，你也不知道你们家到底有多少家底儿，你们家未来的日子怎么过，反正我娘家人过好了就行，我娘家弟弟过好了就行。8万块钱说动就动，你老公对你多么的信任啊！知道了之后连说都不能说，说你的一大堆理由就在这儿等着呢。然后对婆婆更是没有任何的尊重，你婆婆可能是有一些不明事理的做法，我就对你说句特别不好听的话，在他们家而言，你就是外人，
那是他的亲儿子，他凭什么说？你现在就在指责你婆婆必须要向着你，不向着你就怎么着。在你这儿就是啊，婆家的东西都是我的，但是我的只是我的，我的东西只是我和娘家的。你身为大姐，你尽到了大姐该尽的责任，你要照顾好你的家没问题，但请你尊重我的劳动成果，请你尊重我，我可以和你一起照顾你的家，因为我们是夫妻。其实啊，妻子更不希望这段婚姻结束，你比你老公还害怕。你跟自己的娘家人处处在显示你现在过得很好，你从不跟妹妹说你心中的难事儿，你对弟弟也是很大方，要手机给，婚礼这钱我出了，所以说你显示都是我是这一家之主，你其实是让自己的娘家人是对你放心，对这个你们家的未来是踏实的，对吧？但是你在和婆婆相处的时候，你特别不聪明，婆婆一开始就不太同意你们的婚事儿，是吧？对，她不同意。好，现在没有分家，那个家主人是谁？婆婆。你现在就是在人家的屋檐下，干嘛不低头呢？至少我们要显示出我们很孝顺。你明知道婆婆对你不满，你明知道婆婆向着她儿子，明知道你自己很多事做的不合适，但我听到一个细节，每次出问题你都会直接找婆婆，你不是找老公，你们俩之间的事儿你们俩去解决，关上门解决就完了，但你非得把这事挑大，你想证明什么？你想证明你儿子爱我，这个家我有地位，对不对？不就在争吗？你自己明明有很多的问题，但你偏偏盯到了别人身上的问题不放，就如同那5000块钱手机8万块钱的礼金一样吗？如果你老公总是在盯这件事儿，这日子还过吗？既然咱们这么看重这段婚姻，干嘛不就事而为，非得要逆流而上呢？明智一些，你的地位，别人对你的尊重，不是你争来的，是你做到的。你做到一心一意为这个家的这个幸福做努力，而不是一旦什么事都分出个对错，然后一定是我比你强，强调自己的地位。但是实际上呢，你很多东西都是别人给你的。她丈夫，你母亲做的很多事儿，你是知道她做的欠妥当的。咱这媳妇儿在家里头，咱应该照顾，因为人家内心的这个不安全感是有的，得需要咱们真正的为人家挡风遮雨。如果家里这点事儿，这2个女人都摆不平，到外面去也成功不了。咱先家和，外头的事儿呢才能兴起来。首先，我觉得在女孩你这块，在努力证明一件事情，就是证明给自己的爸爸妈妈，你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，你是可以被依靠的，而给父母面前去证明你是行的，排在了你和你丈夫的关系之前。所以你可以动用你们2个人的积蓄去给你的娘家做贡献，目的都是在证明你行，你可以被依靠，你可以被父母认同，但是你的家这边你排在了第2位。我觉得在排序上首先反了。所以今天你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，这么多的矛盾，你先要看一眼你做的这些事情的排序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调整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在你们的这个矛盾当中啊，我们得明白一件事儿，跟婆婆去抱怨你和儿子之间的矛盾，这是婚姻矛盾，是你们2个人要解决的。孝顺妈妈，婆婆和你们之间的沟通和你的互动是你和婆婆要解决的，你们之间的问题是你们自己要去处理，而不是告诉周围所有的人，大家都来掺和进去，他要打你，马上冲出来亲戚拦住了你们，所有的人都介入进来了。咱们就讲啊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，你只能做好你自己能做的事儿，你不能把其他的人搅进你的生活里。2口子之间好多事情其实不讲理，不讲谁对谁错。如果一旦变成讲理的话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。他要讲情，所以你们得学会关上门处理你们俩自己的问题，不要把自己那么大点的事儿惹得全天下都知道，这对你们不好。而且你刚才特别说到了一点，说你的朋友们都知道你婆婆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朋友听谁说的呀？听你说的还是听别人说的呀？如果是听你说的，那就是你在刻意加大矛盾。
如果是听别人说的，那是远近闻名。所以你不要用你的有色眼光，把家里所有的人都贴上这个标签，这对你和你先生之间的感情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觉得我言尽于此吧，自己想，好吗？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吕老师啊。我希望二位也能好好的、认真的想一想、思考一下，好不好？接下来的时间，请两组嘉宾回到转门后，决定是否要出来。2、1，请开门。我也听了各位老师跟我说的这些，可能之前我也不太懂。其实我来咱们节目，我也是希望我老公就是多跟我说一些，然后也能让我更多的去就是了解他。先生呢？以后多跟他沟通，多做一些实际的行动啊。我觉得你实际的行动其实做的还可以了，主要是要张嘴说，是更主动一些啊。对，然后你心里想啥，你得说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做了那么多，让他看到。对，这事儿啊，不懂，但是别跑。是。我给你一建议。以后你每天回家的时候就跟媳妇儿说：“媳妇儿，我累死了，快来抱抱我。”接下来给你们抱的时间，来吧，好好抱啊！我不说松手，不能松开啊！来，抱吧。好好过，哎呦，好了，哎呦，可以了，抱抱的感觉怎么样啊，先生？温暖。记住温暖的感觉。在两个人的生活过程当中，是时常需要这样的温暖的。来，今天妈妈来了，我们把妈妈再请回到台上吧。妈妈有什么祝福的话想跟他们说？我看到他们两人现在这样，我心里非常的高兴。我希望他们俩以后呢，互相的理解，互相沟通，有什么事情呢，说开了就可以。希望他们小家庭过得幸福美满。非常感谢3位来到我们的节目，祝你们一家子幸幸福福、团团圆圆的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来这边请。好了，接下来就要来揭晓我们今天第2组赵先生和陈女士的这个结果了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非常感谢这节目。对我们说了这么多事儿，说到我俩心里去了，感觉我有些事情做的确实不对。往后我都得改。以后我也改我自己的脾气，跟婆婆呢也好好相处，也体谅一下她在我俩中间的难。也多体谅一下我老公。希望你们俩真的能都反思一下自己身上的问题，这日子才能过好，不能老去指责对方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再把妹妹请回来吧。这个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，特别高兴，我真的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特别感谢你啊，也谢谢姐姐和姐夫能够信任我们的节目组。最后祝你们一家子都开开心心的，幸幸福福的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来到节目，好，来这边请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。我被背叛了，我发现我老公背着我给其他女人转账，有1314、520，也有188、888的，一共多少我没统计，但肯定是不少。我提出了离婚，我老公同意了，我该不该把这些转账的钱要回来？我能要回来吗？当然要。根据民法典规定呢，我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就是夫妻共同财产。那么你老公不能一个人把这个财产给了一个有不正当关系的异性，这是无权处分。另外就是赠与合同无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老公是把夫妻共同财产给了一个有特殊关系的第三者，他属于违背公序良俗，这种赠与是无效的。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个钱要回来，您清楚了吗？好的，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了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陪伴，也谢谢各位老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